Hello，宝贝们，这节课是晕染啊，咱们先用底胶打底照灯之后啊，淡白色随便涂刷在甲面上，不要涂满，不要涂匀，留有空隙啊。整个甲面这个淡白色，你觉得可以了，你要把边缘可以用空白的刷子给它过渡一下啊。就云云雾雾、淡淡的自然的感觉，然后照灯。照好灯后，我们涂磨砂封层啊。好，照灯。然后在水里边稍稍泡一小下。棉片上面揉充分一些水啊，这个我们先做个粉色的啊。粉色的话，我们用这个肤色，这个笔宝贝我们去这样去抖啊，笔杆是湿的了，是不是这样去抖？不要来回搓，哎，取出颜色放在调色盘上。之前取出过这个颜色啊，有点浮粉的感觉，取出过这个颜色啊，还是抖在这里。然后把笔去擦一擦它，再蘸水，取一点粉色，一点就可以啊。然后揉一下，揉出这样的一个小桃粉色。那之前取出来过，你看在这里啊，哎，这样去调色。笔太干了就去点一点水，还是这样去调色用色啊。我们做水彩晕染的时候啊，这是很浓缩、很浓缩的盘。我们一点点就行，就是那么一点点，要的就是氛围感。这个够近的，好啊。我们斜向去构图，拉一段这个颜色啊，这里带一点。薄薄的，少少的啊，粉色太浅，就多加一点点粉啊，在这里取一点，验一点点的粉。颜色的布局的话，基本是这种斜向的来带，边缘的颜色把笔压下去，轻轻带过，边缘的颜色就可以打开，哎，打开啊，它有这个刷痕啊，有这个怎么讲？东北话叫合了圈儿，有这个合了圈儿的话，你想要这个合了圈儿，哎，就大概是取水量稍微要有一点水分，不想要合了圈儿的话。把这个那个笔里的水分再减少啊，再去上这个棉片上去点一点，在纸巾上点一点，哎，让它这个含水量再减少啊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合了圈儿。笔想让它这个颜色自然晕开的话，你这个笔就要压下去啊，不要立起来，立起来就会有颜色的色带，它就不是打开就不是雾面的，就是一条一条的了，明白吧？淡淡的，我们这样走一走先啊，很淡很淡。
好，再次叠加，叠加的时候还是笔在棉片上舔一舔，让它微微潮，然后去取颜色。取颜色的时候还是笔压下去去抖啊，压下去去抖。你看这本身就是半透的颜色哦。好，水彩上晕染我们一透就是要通透啊。想把这个粉色面积加大，我们再次就给它加颜色，面积给它加大啊。有淡淡的、蒙蒙的那种淡淡的颜色的感觉啊。水彩它本身就是很通透的啊，偶尔我们可以让它比较明显的一个颜色的这个刷痕啊，为的是什么？让它有那种小飘小裂纹的这种感觉带点小层次哈。再加点粉，通透干净。好，它整个粉色，宝宝们看这样一个构图，从这边到这边的一个感觉，然后这边横向其实我淡淡的加一点范围，这个时候加重粉色小面积的部位，但是要以这种对角的构图为主啊。好，就够了啊。此时这些粉色就基本就够了，不要太多。好，下一步我们去加一点点布灵布灵的珠光。取珠光色的时候，笔上的水分可以大一点，让它快点出沙啊。加金色，然后把这个揉出来的沙放在调色盘上。这就已经很多了，使不了这些，把笔擦干净它去。我就取的有点多了，在这个棉片上淡染一下啊，微微潮湿，稍带一点。做一点小金色的啊，跟这个下边的颜色相交错、相交叉。想让它边缘虚开的话，就换个方向，把这个边缘给它打开。淡淡的来一点。粉色比较重的地方，这里位置我也加一点点。好，金色 OK。先不要那么多，后边你如果想很亮，你再加。接下来我就加裂痕啊，宝宝们在这一层可以隔了一层磨砂封层啊，你们可以隔了一层磨砂封层，我直接来做了。
上面裂痕那个取水量你们把控不好的话，会把下边的颜色擦掉，你们隔离成磨砂封层依然不用包边。这个裂痕的话，我让它颜色浅一点。这个颜色的话是之前他们俩调在一起的啊，然后这个是完全这个颜色取出来的，我把这个颜色再加一点点的，让它有点那种重粉的感觉啊。裂痕的话，宝贝们就是渐变色啊，加完之后把笔去擦干净它，然后再取笔尖上抖一点颜色，看到吗？笔尖上抖一点点颜色，我先要来一点小裂痕。小小的、淡淡的小裂痕线啊。我就笔尖取一点点颜色啊，这样过来，看，这裂痕的感觉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可以重复叠加，下边的颜色干了，我们就可以重复去叠加啊。笔有点干，我们就去这上面舔一舔，因为这个画裂纹我们的去水量一定要少少的，太湿的话你肯定就不好带了啊。好，细的裂纹差不多了，我可以加宽这裂纹的颜色，加宽它，所以笔尖就是多取，本来取一个小尖尖，再往深处再取一点啊，增加这个取色的这个长度，这样带出来的裂纹就更宽，看到没？这个笔一定要压下去，淌下去啊，不能这样立着，立着是出不来效果的啊。哎，这样渐变的裂痕，看到没？这里再加一点点，随你怎么加。这个位置我可以再让它宽一点。差不多，再加宽一点点。这里一定要过渡自然些，飘一层那个效果，哈，就是这一层裂痕，整体就是很清新淡雅的效果。OK， 这个时候看一下，觉得个别地方金色可以再次提亮，比如说这里加金色。沿着这个裂痕的边边，这样去走，就像从这个裂痕底下藏着光一样的感觉啊。就像这裂痕下边藏着光一样的感觉，把笔它擦干一点点，把这个边缘的颜色给它虚化，让它这个金色的这个光的位置，它
打开更自然一点。这个时候笔箱不要太湿啊，微潮扫一扫。哎，这里有点淡淡的 ，OK， 金色 OK 啊，这个金色跟这个裂痕是相辅相成的，我们把金色上边的渐变裂痕啊加重一点点啊，用这个比较深的这个颜色，但是就不要太宽啊，窄一点啊。沿着刚才裂痕的位置再走一下就可以了。看，这样叫裂痕下边露出来的金色，这种感觉啊。哎，中间我们还可以淡淡的飘开，都可以，知道吗？直挺一点也可以，都可以。随性一点，边缘这里的虚化开，虚化开。用笔肚的位置水分很少，稍稍一用就开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到这一步我隔离层磨砂封层啊。老师想要再加点小白色，那这一层加小白色我也要隔离一下哦。白色要干干净净的，染一点点下边的颜色都会感觉不干净，是不是？好，照灯。白色，我们之前取出过白色，在这里啊，没用完的，薄薄透透的啊，薄薄透透的啊，有一点，不要整个笔都上去啊，飘裂纹的话都是去渐变色，宝贝啊，笔的根部不要上色。OK， 直挺一点，从这里再起一层。哎，下面那层干掉就可以。揉虚它，笔潮湿的揉虚它，揉虚它，看到吗？这种很薄的这种小渐层出来啊。好，再加一点点。笔尖抖一点点，这次我要颜色重一点，实一点。自然淡掉它。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飘纹，直接用水彩就能带出来，淡淡的一点。
好，白色再取一点啊。它这里裂开很细的纹路。渐变色吧。再过来。让它无痕迹的渐变过来。啊。OK， 可以了，整个都很透很透。这上面这个小尖尖可以让它这里有个三角形的比较低层次的漂白纹。这个位置将它扫渐变，不要越过这条线就可以。OK。好，整体给它注意一下没有包到边，包到边的话，我们给它扫一下，让它有个空出来的小边边啊，好包底胶。包底胶再封层啊。就喜欢水彩子没有厚度的这个感觉，真是太棒了。底胶注意包好边就可以啊，水彩彻底风干了。好，下面这里好透啊。好立体是不是？好，照灯。最后咱再给它封个层。最后咱给它封个层啊。封层也注意包好边。有个小毛毛。好 ，OK 了啊，这个晕染，好好看呢。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去照灯。这个晕染款 OK 搞定。